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8月20号的复盘视频 ，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接下来我们从两个方面呢去分析一下美股的走势。那第一方面呢，就是纳指的一个走势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提示？那我们看到了，我们近期一直以来跟踪的一个支撑位呢，昨天在盘中的时候呢就跌破了。那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多空思维要及时转换过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看一下热点的股票，粉丝朋友一直跟踪的特斯拉，还有呢联合健康英特尔。英伟达还有 BMNR 和 CRWV， 那今天呢 Lucy 都会把这6只股票给大家分析到。如果说 Lucy 的分析是对你有帮助的，可以评论区留言888表示支持，感谢大家的认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近期包括在我的一个盘前广播里面，都会去给大家写到一个支撑位，这个点位呢是21,457.48这个位置。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呢，其实这一个支撑线呢就没有支撑住，转而变为了压力线。所以呢，这一个大阴线的一个回调呢，其实我们早在之前呢有去给大家去分析过。那希望说它在这一轮呢，纳指的话，希望它回踩不破，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市场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资金在这一个过程中，他们的一个选择呢，走出了现在的一个纳指的一个走势。那在这一轮过程中呢，其实它的每一次回调，像这2根 K 线的话，是有一些迹象的。那等于说我们的一个黄 K 呢，在这个位置就起到了一个非常提前的一个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呢，此前我们有看出来这个位置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跌破这个黄色 K 线的一个阴线。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Lucy 还是有一些这个侥幸心理的，觉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5日均线的话呢，它还能有支撑。但是很遗憾的是它接下来呢，多方就没有再去向上的一个力度了。所以呢，在这一天的话，是出现了一个跌破5日均线的一根十字星走势。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呢，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这3根 K 线的话，就是一个反向回马枪的一个组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是盘中试探了它的一个这个下边界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回调，那进而呢，昨天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阴线。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 Lucy 不是没有提示我在我们的一个财生的班级群里面呢，有去跟我们的财生互动，有提到说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它这一条线是踩不住的。所以说我们的财生朋友们呢，是看到了 Lucy 的一个反馈。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也去对比观察了 SQQQ 的一个走势。那当时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信号呢，有看到 SQQQ 呢有这个 MACD 的一个金叉，所以说我们可以呢去反向的对比 MACD 这个指标，反向去对比得到的一个答案。结果在这个下半场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跌破支撑线转为压力线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这一条撑压互换线的话，在这一天是支撑的一个作用，那么反而呢，在昨天跌破之后呢，变成了一个压力的作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只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彩虹带位置，它的一个反复。如果说它今天出现一个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的话，进而呢，今天我们也要去看一下纳指它的一个位置。如果说它还能有反抽的话，我们也一样要去看这条线，就是21457.48这个位置能否站稳。如果说它还能站稳的话，拉回来，那其实呢，我们说它是短暂的一个回调到彩虹带的一个支撑。那如果说不能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去参考一下彩虹带的一个下边界的一个反馈。那等于说这一轮的一个回调呢，它现在出现了第2次。所以说这个纳指呢，其实它早有一个迹象。那我们来看一下呢，我在上周给大家去讲的这个顶背离呢，昨天派上了用场，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一个死叉，并且是红柱，它的一个高点呢是没有高过前方的一个高点，所以呢它是指数出现了一个比较长周期的一个顶背离。所以呢，这个就是纳指的一个分析。那我昨天在盘中提醒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呢，那很多这个财生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同频，他理解了 Lucy 说的一个这个走势。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盘前广播，有给大家去详细的写到啊，文字版的，也就是说8月19号的一个盘前呢，我会讲到说，因为纳指呢没有出现结构9，周一是一根十字星反包呢是失败了，而且收盘呢也没有站上5日均线 ，A5 是5日均线，短期的话我们只能看这样的一个位置能否被实打实跌破。其实我心里面呢是有一点点这个迹象，但是呢在这个过程我是不愿意相信的。那如果说这个位置跌破了，回调的幅度呢相对来说就会变大，仓位上的话肯定要灵活一些。你短线操作的话，1到2天的问题不大，但是你中长线的一个仓位的话，肯定要高位减一减，保住自己的利润。所以我们有大部分财生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的仓位已经不足50%了，不足50%。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看到了一个纳指它的一个多空转换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一个仓位一定不能重，留足了现金应对后面的一个行情。我们的这个提示虽然是在这个地方早了一点，但是呢，来的这个早一点可以保住我们的一个利润，就是对纳指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行情呢，它是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过程，哪些股票呢你是不需要去担心它的一个高位回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股票分析。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那近期呢 Lucy 也会看到我们的一个粉丝的反馈呢，给助教老师，就是说比较关心特斯拉的一个走势。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Lucy 想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一个过程。首先我们看一下特斯拉在我之前画的2条线的一个区间呢，是走出了怎样的一个走势。昨天呢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其实呢在开盘之后呢它是有冲高的，但是冲高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之后呢，整体的一个纳指出现下跌的话，那我想特斯拉它也不会幸免。那这此前是我在财生的一个课程里面呢有给大家去讲到，就是说倾巢之下无完卵，就是这个意思。那纳指呢是代表一大部分这个科技股的一个走势，包括特斯拉它还是巨头公司，所以它的一个一举一动呢还是会被这个关注的。那资金如果说它从这个科技股里面撤离的话，它其实是无差别的撤离，也就是说特斯拉它如果说位置再不算高，它也会因为整体的一个科技股的回落而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回落，所以说它是同时存在的。那我们在此之前呢，这个彩虹带边界的一个反弹呢，其实它就有一点点瑕疵，就是因为这一个阳线没有反包掉前面的一个阴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就是比较这个有分歧的一个存在。特斯拉它有分歧存在的话呢，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尽量要低吸的。也就是说靠近彩虹带的一个位置呢，算是相对来说它是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知道，你特斯拉再喜欢这只股票，或者说对它是有信仰的，也不能重仓。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知道整体科技股回调的话是无差别的，所以说仓位上不能重是这个一概而论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334.4块这个位置呢，我之前有给大家去画，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平台，那等于说这一天呢，它是小小的收复了之后，我们是需要第2天确认的，也就是说它要在这一个平台的话，至少要2到3天的一个支撑，才能确认说这个位置支撑有效。所以到目前为止，现在呢只有1天之后就出现跌破了，所以说现在呢是无效的。在这个过程呢，我们知道如果说它一旦跌破的话，是要先减仓出来的，这是我们交易的一个动作。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特斯拉呢，其实它的一个空间呢就比较好判断，支撑呢是在334.4块，然后呢它的一个高点呢是356.1块，但是它在阶段性的一个高点呢是348这个位置也没有被这个消化掉，所以说现在的一个特斯拉走势呢，还要去看一下纳指的一个脸色。所以纳指现在是回调的话呢，就不要盲目的去低吸特斯拉，等于说还没有出现买点的一个信号。那特斯拉在这一轮过程中呢，好在它现在回调的一个位置呢是在彩虹带的一个边界，而且它距离机构成本线不是很远。那机构成本线呢，就是这个绿色和粉色的这一堆这个线，它现在呢基本上是靠近这个彩虹带。所以说纳指一旦出现一个这个有质量的一个反弹的话，那我想排在前面的特斯拉它的一个反弹也会比较不错。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等的信号就是这个只要主力发信号的话，我们跟上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不能去给主力发信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等的是它的一个止跌信号，
信号呢要看止跌信号啊，如果说不是止跌信号，那不要去参与。所以说这个位置呢要等一个反包的阳线，进而呢它能在这个位置呢能站上2到3天才可以确认。所以说特斯拉它的一个交易的一个进退呢，就是给到了一个这个撑压互换线，就是334啊这个位置。好在一点呢，特斯拉现在呢还算是走势比较稳健，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龙头引力呢现在是在加速区。而且呢，我们看到 MACD 呢，现在也是在一个0轴的一个上方啊，所以说现在呢，相对来说它回调应该不会太深，这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所以有持仓的小伙伴呢，你要看懂 Lucy 的一个盘前广播。那对特斯拉呢，是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跟踪的。那我说到股价在彩虹带多带上方，也就是说紫色啊位置呢止跌出阳线，但是差一点的意思是差1/3没有反包上。好的一点是收盘价是335，站上了334这个位置。那接下来就看2天内是否跌破，这已经把文字写得非常清楚了啊。从周线上和月线上共振来看的话，我是觉得它跌破的概率是比较小的。整体纳指的一个这个回落的话，那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那接下来就关注前面的一个高点啊，这个位置能否被这个突破？那彩虹带的一个支撑是有效的。那这个位置呢，就讲解到了说它在这个过程中要怎么去变化，但是呢，它临时出现的一个下跌，因为我们昨天看到了特斯拉，它最开始的时候是上冲到340这个位置。那如果说不是市场整体资金的一个撤离的话，那我想它在这个位置呢也不会出现下跌。当然，它有在盘中灵活处理的话，那我们财生就知道，一旦它跌破了335这个位置的话，实际上我们要灵活的，你要减仓出来，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动作。那如果说你在335减仓出来的话，现在特斯拉收盘价，那就不会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它现在下跌的一个空间就跟你没关系了。这是我们交易的一个这个判断的一个思路。Lucy 的订阅粉丝啊，大家注意了，咱们财生频道的盘前广播呢，会写到我的一个近期跟踪的热点股票和交易思路。如果说咱们是新订阅的粉丝朋友，那你们会有整整15天的一个体验期啊，会体验到 Lucy 给大家准备的盘前广播。如果说啊，咱们是这个 Lucy 的老粉丝，但是呢，你的体验期已经过了，那现在呢 ，Lucy 会给大家一个这个打卡去领福利的一个机会。会给到我们的一些这个课程上呢打卡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去领取到我的一个盘前体验期的一个再次体验。那这个过程呢是需要大家去跟上课程的。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铁粉的一个福利，也就是说第2重福利呢是给到我们喜欢玩期权的粉丝朋友们。我们还有第2重福利呢是给到喜欢玩期权的粉丝朋友们。Lucy 准备了期权的入门课程和实战交易分享，在会员视频里。那你点击这个加入呢，成为 Lucy 的超级露露粉，除开能看专属的期权知识视频，同时呢也可以学习 Lucy 实战期权的交易技巧。那 Lucy 还会赠送给大家盘前广播的一个时间呢，体验再延长30天。所以说啊，交易期权是有方法的，大家就不要错过了。那本周呢 ，Lucy 和团队的老师们呢，还为大家准备了主题为多空重构的利润保卫战的一个课程，是为期5天的啊。这个课程呢，之前呢是在这个8月19号和8月20号呢，已经为大家这个讲解了。如果说没有跟上课程，或者是没有跟上打卡的换广播的朋友呢，你可以去找我的助教老师呢，去领取课程的一个回放。神龙摆尾8月21号的一个课程呢，是由 Lucy 主讲的。那如果说想在这个技术分析方面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或者说查缺补漏的朋友，那你赶紧去领取这个课程的报名方式。报名方式呢，就是戳下方的置顶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发送口令是利润2个字，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打卡换广播的活动呢，这个福利大礼包领走。这张图表呢是联合健康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呢联合健康的话，它是比较这个热点的一些股票，而且呢它的一个拉升很多小伙伴呢实际上在前期的一个过程中是没有上车，或者说上车的话买的比较少。那在这个过程，我们呢也会跟踪一下这个联合健康它的一个走势情况。那我在周一的一个视频里呢，有去给大家去讲到了联合健康的一个
动作。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参考线的一个位置呢，实际上我说它这个地方能出8和9，但是不一定能这个实时突破。所以说接下来的一个2天呢，就按照 Lucy 的一个预判的一个走势呢走出来了。那现在好的一点是呢，它的一个变字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它现在这个完成了空方趋势转为多方趋势的一个动作。那在这个过程中呢，9号 K 线现在是一个黄 K。我们知道如果说神奇9转的话，我们去参考的一个这个标准就比较多了。那首先呢，它的一个9号 K 线是一个黄色的 K 线，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反包的一个阳线，或者说它出现阴线而没有跌破它的一个这个防守位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持有的。而且呢，它的一个多方带呢还会继续的一个这个上边界上行。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去这个适当的去低吸，或者说你有持仓的话可以继续持有。在这个地方呢是这样的一个判断。那如果说有一根阴线回调了，实打实的跌破了，是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那它如果说跌破了这样的一个9号 K 线的一个低点的话，那暂时要先止盈一部分出来，这是联合健康的一个走势。那我们是从现在的一个判断来看的话，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多方带的一个区域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去参考的一个买入信号呢，就是它的一个止跌信号。那它的止跌信号如果说能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锤子线，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反包组合这样的一个分型都可以，只要是在它的一个边界的一个上方。所以说接下来呢，联合健康的话，它的一个股价的一个位置呢，可能会在这个280甚至290、300这个区间呢去震荡。所以说我们要看懂机构的一个动作。那它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阳线我们来画一下，一旦它出现这样的一个阳线站稳2到3天，那上方的一个缺口的一个空间呢就会被打开也就是我们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接下来呢，联合健康的话，它的一个这个走势呢，大家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可以以一个多头思维来去看。可是大家会发现，就是说现在纳指呢它是一个回调，那联合健康的话会怎么样？其实呢，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 AI 系统的提示呢，就没有必要太多的一个担心。也就是说我们在日 K 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白色 K 线和它的一个聚宝盆出现的话，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机构资金的一个这个高低切换，也就是说我们从高位股切换到低位股的一个动作。那这是聪明资金的一个流入，那对应的呢是高位股的一个散财童子的一个流出。那从高位切换到低位的一个资金呢，就如约而至。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联合健康的话，如果说它回踩的话，其实是机会，大家要把风险和机会要区分清楚。所以说这个是联合健康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英特尔的日线走势图。那英特尔呢，在这个周一的一个分析视频里呢 ，Lucy 就有给大家去讲到了它现在呢其实与之前是不一样的，这一次呢是比较扬眉吐气了，因为它已经突破了我们的一个机构成本线。在这个机构成本线附近呢，早在这一天的时候 Lucy 就已经给大家去分析了，我说它回踩会踩到机构成本线附近。所以说大家看到了英特尔这一次呢，就是一点不给这个我们的散户的机会。如果说你反应快的话，那就是在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上方，盘中的时候你就能抓到它靠近23的一个位置，也就是我之前画给大家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还是对这个英特尔呢反应不过来的，或者说这个对于技术分析机构的一个动向掌握不好的朋友，那你可能会在这一天的话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这个变化，或者说发现它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过程，你看它只调整了一天9号 K 线之后，没有跌破，出现了一个跳空。如果说昨天不是因为纳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下跌的话，我想英特尔它应该收盘已经在这个上方了。所以说现在呢，就给到我们一个分析，那英特尔的话，它的一个走势会不会出现一个价格的一个延续的一个方向？所以说纳指如果说进一步回调的话，那我想英特尔它也不会幸免。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刚刚说到了，如果说有机构资金参与的话呢，实际上有聚宝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英特尔它还是属于高科技公司，而且是 AI 相关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不能追高。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是配合着消息的一个影响。那我们看到呢，软银是对这个英特尔呢这个20亿的一个投资支持 ARM 自主芯片研发。所以呢，其实此次的一个投资呢，可能给它提供了这个晶圆代工的一个产能。所以说呢，结合股价的一个位置的话，它出现拉升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那软银呢，这个持有它87%的一个股份。
那等于说是注资了嘛，然后加速推进自主研发芯片。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英特尔的一个利好消息。那配合利好消息它的一个拉升啊，我想咱们这个粉丝朋友呢，就不要去追高，等一下它的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啊，最好。所以呢，英特尔就是这样去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那英伟达的话，在这一轮过程呢，实际上啊 ，Lucy 已经跟踪了它已经有2周的一个时间，但是呢，它这个走势啊，基本上又出现了这种高位，想要不出现下跌的一个动作。实际上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根 K 线的话，之前 Lucy 有给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有讲过，其实这是一个断头铡刀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一个技术分析过程中，如果说一根大阴线切断了5日、21日的一个均线的走势的话，等于说它就是一个空头的一个信号，高位去做空的一个信号。那么我们知道英伟达它就是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它容易在高位出现什么大阴线，而且呢是非常快速的实体很大的这种阴线。那这一次呢，在昨天啊，这个英伟达又出现了，而且它这一根 K 线呢，近期非常的大的一根阴线，它是切断了我们的一个彩虹带，而且呢收盘价是在这个彩虹带的一个下方。所以不排除说这个英伟达它就此在这个地方呢去出现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能说啊，在这个跌破彩虹带这个位置呢去搏它的反弹去做低吸。那这样的话呢，也不是低吸的一个好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时机。那反而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呢，它其实在这个过程啊，非常这个漫长的2周的一个横盘整理呢，它的 MACD 呢，基本上都是一个红柱的一个存在。所以呢，有很多财生朋友呢跟 Lucy 反馈说，他看了这样的一个 MACD 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去参与英伟达的，而且呢，还进一步的一个放大呢，去参与到了它的一个做空的一个标的。所以说啊，英伟达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小心一些。那等于说，如果它再出现一根阴线的话，那它下方的一个散财童子呢就会出现。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英伟达的话，我上周的一个视频呢，就有给大家去讲到啊，周末的一个视频。那8月17号啊，周日的一个视频，我有说它的一个周线呢是一个散财童子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有散财童子，那英伟达会因为资本的流出而下跌吗？实际上，我们就是要看本周。那在这个地方呢，减仓的一个操作呢，其实在周末的一个视频就给大家去提示到了。那等于说啊，昨天是星期二嘛，周一是这样的一根 K 线，可能呢 ，Lucy 还会去怀疑一下自己是不是判断错了。那昨天的一个走势呢，真的是完全呢是符合了整一个做空的一个位置。所以说这个呢是英伟达它在周线呢是早有迹象。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的一个这个分析呢，就是要习惯于它的一个股性。也就是说，英伟达它如果说股性是这种大阴线的话，大家就不要说在阴线之后呢再去抄底。那我想它的一个空间呢就不会很大。那这是对这个英伟达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BMNR 的一个日线走势图。那 BMNR 呢，近期还算是比较这个炙手可热的一只股票，因为它与这个以太坊的一个相关呢程度会比较高。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连续3天的一个回落呢，现在是股价又回到了这个彩虹边界的一个上方，但是可惜的一点呢是51块4毛3这个位置呢是没有支撑住，出现了一个阴线。所以这就是 Lucy 想给大家去解释的，我们为什么说不能用这个中长线的一个思维，或者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去布局中长线，是因为我们要跟机构站在一起，机构都没有说想把这只股票作为一个中长线的一个考虑，那我们现在呢也不能去做中长线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现在彩虹带上方没有止跌信号。没有止跌信号就是我们没有买点没有买点。那它的一个这个单阳不破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如果说纳指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是说直接这个连续阴线的一个下跌的话，那总有反弹，总有反抽的过程中，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BMNR 它是否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信号。如果说有的话，你可以做短线没有问题，但是呢，短线我指的是1天或者2天，那你甚至再短一点，你日内的一个进出都可以，这是 BMNR 的一个操作的思路。那我们向上不是说
它一定会出现这种大阴线的一个反抽的一个位置，它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它不是一定会出现的，大家一定要清楚啊，这几个是我们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所以接下来呢，如果说你没有参与这只股票，或者说你没有想去参与这只股票的话，那也可以啊，等一等，不要去参与。那这个就是 BMNR。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你在30分钟啊，咱们财生朋友呢，你是有我们的一个 AI 系统的，你有30分钟的一个这个分析图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在30分钟呢是有出现聚宝盆，但是60分钟没有，也就是说抄底套餐现在还没有具备。而且呢，30分钟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要去拿先手的话，现在是没有的，因为它还在一个空方带。什么时候等到出现了变字，你才能去参与？因为30分钟的一个先手的话，那现在来看的话，只是管日内或者说1到2天的一个区间，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大家要注意它的一个节奏，你不要等到说看到了抄底套餐然后去跟进了，我们要等一个60分钟的一个共振啊才可以，60分钟的一个共振。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大家啊还是要这个谨慎啊，这个是对 BMNR 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最后啊看一下 CRWV。那在这个过程呢，其实在这个周一的一个视频呢 ，Lucy 有去给大家去说，那现在呢，我们要等一个抄底套餐，现在呢就还没出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我给大家预测了2个位置啊，就是黄金分割啊预测的2个价格，也就是说83和71的位置。那我当时呢还说这个83是不是离得很远，但是现在看来2天的一个蓝色 K 线呢，快接近80这个位置了啊，所以说呢，它的一个空间呢，我们现在呢是不要去参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 MACD 死叉呢这个位置是连续3天的一个放大，等于说这3根 K 线呢对它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价格变化也比较大。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去看，我们不能说去猜它这个位置是不是底背离，而且呢，明天的课程呢，我会给大家去讲这个底背离怎么去应用。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一个观察。但是呢 CRWV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龙头引力是有一点点迹象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有给大家去预测过这样的一个走势，那没想到它2天就走出来了，也就是说它有一点点这个位置。那我们的这个财生朋友，你知道 AI 系统的一个使用，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有资金流入才能去跟进，它现在只有蓝色 K 线还不足以证明说它有抄底套餐，我们要等它的一个聚宝盆出现才可以。所以说啊，喜欢 CRWV 这只股票的，如果说想要去参与抄底的话，你且再等一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想啊，这个英伟达它的一个拿货的一个速度啊，会比我们这个更着急，所以呢，它现在从71%提高到93%了，它的一个比例。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急于去跟机构买，我们不做左侧，我们只要等到那一个信号，就是聚宝盆之后，你再去参与就可以了。那这个呢是 CRWV 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